我只会 A B C D E F G， 结果给我一张卷子哎，我考9分，隔天考他们6点明天可以不去吗？那种感觉就怕。全听你说。你觉得你会输在哪里呢？你讲华文没问题吧？我觉得我是个笨小孩啊，开窍的慢，对整个戏剧的悟性极低。哎呦，浸泡在这么多年之后，才慢慢的有一丝丝的开窍，真的是硬泡的嘞，一步，到后期的时候，我才真正觉得我自己稍微有一点点开窍的是入侵者。入侵者，怎么说就开始有了一些窍门？可能也因为明顺大哥、文芳姐他们教我了，然后在片场的时候常常会跟我分享各种演戏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你得到最多的是什么？得到最多的是他让我看到很多多面化的演出来的效果。就他会跟我说，你要不然你试试看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你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如果你觉得这样子不行的话，你再回去你自己原本。他可能不是教你，他给你很多的想法，令你出来。因为我有时候拍戏的时候，我们会拍完这场情绪戏，你中间在换镜头的时候，你跳出来，你先哈哈哈哈笑，喝杯咖啡，然后最后再回来，然后他跟我说的是这场戏很连贯，然后等一下那个时间不会很长，一下子就好了。你最好先不要玩，你先 keep 住，先自己一边去。哦，很好。其实碰到这样的演员是很好，但是如果太年轻给你碰到这样，我看你不听话的，你一定会下面那边按一拿手下手机机看一看，这常事，这是对不对？我要觉得要在对的时间碰到对的人、对的剧本，他就刚好对了。太年轻给你，我看你也可能没学到。对，你要先碰到挫折，知道我不会演，我否定自己，找不到，然后碰到明顺他们这样教，你就马上就茅塞顿开。对，然后你在他们身上还学到什么？会模仿人。还好啦。我觉得会模仿人很厉害。我觉得会演戏的人就像会模仿，因为模仿的人是观察力很细微，然后揣摩力很强。其实演戏就是，所以我说我稍微有一点点的开窍，可能就是稍微会一点点的去模仿。你会模仿谁？明顺。明顺怎么模仿？明顺有什么东西？他讲话的时候会很低沉，比如说，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话，就他会这样子的感觉，对。Desmond， 哎呀，他笑声很特别，哎，没有，他笑声是像驴，我会学他讲话，比如他讲话会讲说，我跟你讲，其实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是可有可无的，明白吗？你明白吗？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你明白吗？对。可以模仿出名吗？他年轻的时候状态啊，他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淑明。他后面的时候是那种，其实你怎么会去抓到这些？那就是说你一定常跟这些人沟通，所以你一直在看他们讲话。淑明大哥是我也算是我其中一个伯乐，对吧？我就跟他讲，其实那时候他出道的时候，有人会讲说他像小猪出名。不懂是因为样子长得像之外呢，然后才会跟他就有一种莫名的亲近的感觉。你觉得你的最高的几个黄金时段，就是说，当然在过江新娘，我觉得你有把握好。在以前前期的时候，你都说有机会，但是你很矛盾，没有做到最好。你有没有觉得有错过一些黄金时间？有啊，有啊，大概是哪一个时段？其实你想想，我刚才说过《小脚传奇》演的惨不忍睹，他的收视率还不错，所以我稍微演好一点的话，他是不是更好了？所以前面那几部就怪在，如果我开窍可以更早一点，开窍的太慢。所以那几部其实如果我开窍快一点的话，演的稍微不错的话，那基本上就已经是我的，就可以直接更高更好。你觉得那个时候不开窍是因为心灵上的一种抗拒跟无法学习，还是没有努力？我不能说我完全没有努力，我只能说我努力的方向错了。OK， 靠谱。因为很多时候教我演戏的人是谁？许正荣。误人前途啊！没有他会跟我教我的东西就比较表面一点的东西。郑荣也承认他教戏不是那么他在行，
但他会把人格把它设定好，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有学习跟吸收的地方，就在那里 lost。是有没有试着努力去设计角色？之前吗？没有，不会做功课还是不会设计。后面很多人都会说不要去看传歌，我以前就是常常看传歌的，那传歌不懂为什么对我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表情动作表情大纲叫做三角形代号这样？对，所以也那时候就是说尽量不要看。对， OK 因为你起先你马上去看这个的话，你就设定你要这么演了嘛。啊，OK，对，但是你可能只是先看台词的话，你看过去的时候，你会先有自己的一个感觉，才来看传歌是不是符合的。嗯哼，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看那个传歌，我每个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常常会被这些传歌都吸引去了。所以我就设定，就是剧本里面写他生气啊，我就要生气了，就是完全就跟着这个东西去演。所以后期你有没有因为哪一个角色，哪一个人物，你自己去下了功夫苦练？后期罗密，对，罗明义对吗？我也是最近看那个重播，特别喜欢你。我看不到徐冰的样子，就是一个李时珍这样的一个中医。在那个地方下了什么功夫呢？其实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很兴奋，因为我终于有机会拍古装了。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可以拍古装。所以当时我就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马上第一时间翻剧本，虽然只给3集，我就马上翻。哇，读的时候很爽，然后就开始去查李时珍，查《本草纲目》，哎呦，然后就开始想怎么样在这个年代的人的那种感觉。对，因为不简单，我要演一个老的，其实演老成比演年轻更难一些。是因为你没老过，你年轻过。对，然后另外一点是，你会很不经意的，这是我后来拍的时候我发现到剪出来的感觉，因为你不经意的露出一些年轻的东西，比如说你走路的速度，哇，肢体很老，走路走那么快，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完全就会被自己这一点没有想到。就可能缺乏经验在这方面，但是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是尽量的去让自己怎么样去把它演得更古代一点的。2017年的时候，拍完《入侵者》的时候，有进入你人生的一个低潮期，对，停工9个月。对，那个是一个机缘的巧合，还是真的自己在罢工？机缘巧合，没有罢工，就是当时是因为结完婚之后，然后后来有了多乐在肚子里面，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就真的是因为在中国，然后整个人就是静下来了，就开始想，就是这么多年来，我到底如何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应该想想看有没有别的东西，对，然后就想，就在考虑要不要转换跑道，想做什么呢？就想尝试一下，想做点生意，就是觉得你能做找点商机。听说你在中国，你有尝试想要在中国看能不能认识多一点朋友，但是已经发觉自己格格不入。对，所以跟他们聊一块的时候，就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或者是有时候他们的方式都不一样，生活用语不一样。因为我长时间都在新加坡，所以已经好像很习惯这边的步伐和生活方式，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就很格格不入。我明白，就是生活用语、娱乐、玩笑，大家形容词都不一样。大家的追求各方面都不一样。9个月之后回来之后，就更清楚知道可能要在哪里坚持下去。对，就觉得我觉得我还是演戏吧。对，因为这个东西是我喜欢、我热爱的。虽然说自己可能在短暂时间没有方向，但是要坚信自己可能在付出更多的努力，或是怎么样，它可能会更好。有没有想过你为自己设定的这个演艺目标是什么？我想要拿最佳男主角。很明确，很好啊，很好。其实这个东西我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是基本上，对拿奖这件事情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我就希望自己可以有戏拍就好，我可以一步一步的接戏，做我自己热爱的事情。后来我老婆说了一句话：“你这是什么想法？”她是用这种方式去让我不要把心中的那把火停歇掉。OK。因为这个东西是个推动力。你不可能说哇，你一直麻醉自己没拿奖没关系，我有戏拍今天也没拿奖没关系，我还是有戏拍。就一直这样子的话，你会慢慢的对演戏这个东西得过且过，没有目标，就觉得自己交行货就好了。但是真正拿奖或者怎么样的话，它是一种推动力，它会让你知道你要么做的一样好，要么做得更好。你拿了奖，你有这个标杆在，
你必须跟这个奖匹配得到， ，yes yes 是。匹配不到的话，你觉得自己退步了。然后再来就是你生命中的另外一个贵人，就是你的大哥许正荣。你说了，就是在校园 Superstar 之后，唯一接触的一个贵人，他找到你啊，跟你联系。从认识他开始到现在，将近快10年了。对，从一个懵懂的少年，他一手就是带到我现在，就是已经成家了。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你是住在正荣的家，有一段时间我住在他家，对，没有收租金，没有收租金，交我电话费。哎，那真心谈呐、对，因为他也了解我们就是刚入行的时候没有什么收入，他的想法你都接受吗？都接受，这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契合点。他说的东西我都认同，那你大哥设定了禁爱令，你也没听啊？有听，只是没有明显的去让他知道，就是隐瞒了。有听没有明显的另外一句就是隐瞒，隐瞒的另外一个难题就是说谎了。OK， 对，他其实知道的。你觉得你大哥这个禁爱令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影响工作，不要影响工作。他的最重要点就是专业，你可以谈，但不影响工作为大前提。对，一旦影响他就插手。对，多久就让他知道？好像半年后吧，是被人家他自己知道的。他自己怎么会知道？然后你去他拖他去偷看咩？他现眼消息线也很广，然后消息很灵通。可能他害你的嘞，他我就猜就是这样子，常常就是这样子的。他就说最近你在哪里看电影什么什么什么？我听说我一个朋友在哪里看到你了。我没出去，你哪里那么多朋友，天天看到我，这么多朋友看到我没？然后结果我那时候不懂吗？我就OK， 好是啊，认了吗？他其实没有这回事，但他就这样子跟你说。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们都懂你手上那几个小把戏。他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很感动的事情？就是很多生活上的一些细节，他就好像一个监护人一样的。因为你从小父爱这一块，爸爸是缺席的，因为没有办法，对，就阵容来把它填补起来。对，从他身上除了大哥之外，真的也感受到很多父爱的方面，包括我结婚的时候。基本上是他一手包办到完，反正我没有操到心，真的好像家有喜事，像一个爸爸在把儿子娶媳妇一样，媳妇这样的感觉。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幕是我在台上，然后面对着所有的宾客，然后台中间就是有一台机器，后面有2个人就坐在一个那种高的那种桌子这样子坐在那边，就是把关整个会场，就是他跟 Aloysius。然后他2个在那边酷啊，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 Aloysius 后面有跟我讲，也是。那你眼神在舞台当中，你眼神有他们2位？有，包括你去中国再办一次婚礼，Aloysius 也是当你的伴郎。这一段友情就是很难得的，对吗？有点定格。为什么说定格呢？我现在想到他，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当时我在武汉的时候，那时候是下着大雪。然后所有的机场的跑道全部都结冰了，国内航班已经不飞了，但国际航班没有办法停飞，所以他们就清了一条跑道出来，所以一条跑道所有飞机都要经过这条跑道，所以在机场那边他等了3个小时，在飞机里面坐着，然后他等了3个多小时之后，然后再由司机接他从机场回到酒店，那个路是那种滑路嘛，很多车在地上打轮胎的那种不能动的。所以他们就慢慢到酒店的时候是晚上12点多1点的时候，看到他的那一画面啊，真的是 Aloysius。为什么？就是穿的那种很单薄的 T 恤，然后一个那种蝴蝶这样的一个那种秋装，但是那时候是零下，哇就瘦瘦的，一路这样动着来，然后他的站姿就这样子，就这样，就没带多余的外套跟这些。一路在那边等，然后动着车到饭店，是冷死哎！我说你干嘛？然后我就把我的大衣脱掉，就给他穿上，我就进去了。所以那个画面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生命中，我们觉得出社会蛮重要。如果你生命中你大哥没有出现，跟 Aloysius 没有出现，生命中会不会少了很多的篇章？少了将近1半吧。对，可能1/3的篇章，因为在新加坡很多。
就是这几年来的很多回忆，从五言媒体的成立到现在为止，基本上他们都占据了这整个大部分嘛。大哥最终带给你最大的是什么影响力？教我怎么做个人。那你会不会觉得你越来越像他？有在哪些方面？很多方面，因为我太太有时候会说，我的感觉有一点点，甚至很多人也说我越来越像许正荣。你觉得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好啊，他这么优秀，像他不好吗？那你自己不见了嘞？我不会不见吧？有没有人说想要看到以前的徐冰？我以前到底是什么样子？怎么总是提我以前？就常常迟到出错了。好了，那还是别回去了。只是常常迟到出错，那就别回去了。就是你越来越correct， 正式，就是不会出错，成熟了啦。错误犯了那么多了，还要再错吗 ？OK， 表示成长。是。然后阿洛伊这个兄弟带给你人生的领悟是什么？他一直给我的感觉是他很优秀，包括他演戏啊。演戏方面，大家都夸他演技，我觉得这个也不用去说太多。对。然后他很重要的一点，他很讲义气。我基本上跟他提过的要求帮助，他从来没有否过。我后来在你身上看到一半他的影子。有吗？就是你长大了，你心细了，然后你更贴心，然后包括你现在对戏的剖析，仿佛有他的一半影子在运作。那是好事。然后再来就是你生命中另外一个贵人，你的老婆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了。他是怎么认识的？是一个朋友的生日。你追他，他追你？我追他。他喜欢上你是为了，因为他是觉得我帅。我们两个人其实可能都是比较，先看第一眼那种，可能是外在，我觉得啦。他知道你是演员吗？他知道。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是个演员，我现在在拍戏，然后只以为他会有一些反应，结果他很淡然的，一点反应都没有了。怎么样去认定彼此的？就是你就是我那个伴侣。他跟我在生活上还有在事业上面都有很多的共同点。就在生活上面的时候，他可以跟我有一种像 battery 一样，我是 minus， 他是 positive。我如果有乱，他就很干净。就是我生活上面有一些做不好的地方，他都会互补我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他对我的体贴，对我的照顾，包括他对我这行的容忍性。所以那个时候最大的担忧，老婆其实也很体贴，可是也可能因为那个考验，让你们更加坚定相信，对彼此是可以对冲破一切困难。对，那时候其实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没有时间见面，远距离的恋爱。然后有时候拍戏，可能我有休息1个星期或者休息3、5天，然后我打算订机票的时候，突然我的 calendar 里面跑出一件事情在中间。然后我曾经有这么几次，我就想，大哥你是不是故意的？就是苦命鸳鸯要磨，幸福要磨练出来的。对，所以是为什么当时在结婚的时候，我觉得大哥他真情流露，是他其实也知道我们2个人不容易。对，接着在整个恋爱过程当中，我没有做一个称职的男朋友，所以我觉得我欠他太多了，所以我就从那时候，我记得在婚礼上我说，我希望我可以做一个好老公来弥补啦。对。所以当一个名人背后的女人真的不容易，要懂事，要体贴，要懂得忍让跟付出、牺牲。而且我知道你的老婆还会陪你一起练台词，在事业方面还是一直在帮助着你。对，我其实也很庆幸我娶到一个会教我演戏的太太。哎呦，那应该老婆也出道了。因为她科班出身，所以她是哪里毕业？跟妹妹一样，北电啊。北电的。哦。所以她对演戏稍微有点了解。她怎么样跟你念台词？怎么跟你对？其实我们每次念台词念到一半都会不欢而散。还真的哦，你说亲人不能做同一个事业。就是他就一直在说我，说到我就我自己来，你别教我了，就那种。对，但是他在教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吸收到，就是他要我做的一些东西。最多给你的批评，跟你觉得他看到的会是什么东西？其实我最让他受不了的地方是我的台词。怎样？哪里有问题？语音不准，语气不好，就是语音跟语气这方面。那你有学到吗？没有。因为我觉得台词这个东西是要日积月累的。
所以你看，老婆在最后，你觉得她这么体贴，因为我知道你们孩子是在武汉出生的，结果后来在多乐多大的时候，你们就一起决定举家回来，多了8个月的时候就过来了。然后就打算在这边安定下来。对，所以老婆给你另外一种人生，孩子也让你了解到生命另外一种真谛与快乐。有了孩子之后的徐斌是怎么样？你的兴趣还在吗？没有了。你的兴趣本来是什么？我喜欢打篮球。说多久没打？1年了。然后每天早上我都会看你会带孩子去上课。哇，那个拍过江的时候，那时候感谢监制，感谢摄影师他们的体谅啊。那时候他们就是有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月是那时候多乐没有 school bus， 然后他需要上课，然后我才能去拍戏吗？我就载他去学校，载完去学校再去什么忘了，然后就是要延迟点开工，或者是统筹会帮忙拍我，就是9点这样子来到现场这样子，就佛那段时间。然后除了这些接送以外，还有生活的一些日常，也都是会换尿布、会打嗝。哦，全部都会，我全部都会。你怎么都会有上课吗？还是哪里学的？看我老婆做，然后我。可是老婆也是小姐，千金小姐哦。我们2个人真的变化很大。她怎么会的呢？谁教她的？她在第1胎的时候，她吸取很大的教训，然后也在看很多书啊那时候，然后吸取很大教训之后，她第2胎她就是更认真的去学习怎么去弄。那你觉得你跟你老婆的之间的夫妻之道是什么？哇，这个夫妻之道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很难的一个课题啊。我想要了解年轻夫妻一定有自己的一个夫妻之道的一个方法。有一句话怎么说的 ？A happy wife, a happy life， 是吗？是吗？所以老婆一定要开心。所以我觉得，在生活上面的话，我是一个比较以老婆为主的。对，她要吃什么，她要做什么，都是先迁就她的。我个人出发点，但对她的出发点，我觉得她很多时候是希望我更好，就是希望我的事业啊各个方面有更好的成绩。最后，我们再想要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想要对你的孩子、老婆说些什么？对你的孩子许下一些什么心愿吧？对，我觉得我没有要求太多，我希望他们以后，我就跟我儿子说过这句话，我说，以后多照顾妈妈，爸爸可以不用管。为什么？我觉得妈妈付出的比爸爸多太多，所以以后你长大之后，你照顾妈妈多一点，爸爸可以自己来。所以长大后的徐斌真的 so man， 让我另眼相看。不知道一个这么顽皮的孩子长大后怎么这么负责任？是不是因为当年对妈妈的亏欠，觉得男人就应该是这样？因为我跟我父母就是很久才会见一次面，然后我们在新加坡，他们在中国，所以我很担心，就是他们年纪慢慢大了之后，我们能够，我能不能够照顾好他们，我能不能够照顾得到他们，这一点其实我一直在我脑海里面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我怕到时候我孩子大一点的时候，我要回头去照顾爸妈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老了。是，所以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到了一定的，看到忽然间身旁很多生老病死的意外发生，尤其前2年太多的意外，对，忽然都怕到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也是后面的脚步我开始在放缓。我觉得我人生想要分成4个部分，就是 20% 给孩子，20% 给工作，20% 给妈妈，20% 给自己。1年过了，真的发现到成家之后，时间也过得特别快啊，就可能一下子就哇，孩子2岁了，哇3岁了，然后自己就是1岁1岁的增加了。你就已经不会算自己岁数了。我从当了妈妈之后，我都忘了数自己年龄，我只记得他几岁。对，你会有时候会想一下，我31还是32啊？对，然后他的年龄才是我们的岁月。对 ，OK， 很好。我今天想要让徐斌总结一下，你对于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不满意。为什么？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讲得更好一点。不是比口齿伶俐，是真正的徐斌。真正的徐斌，我觉得我有展现出我自己的一面，但是我觉得我不懂我可能慢慢的对自己希望有更高的要求，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成熟，但是你最初的那个心态不要不见。我觉得你成熟in other way， 但是当初为什么访问说要看到那个徐斌，大家看到的那个徐斌，就是以前你真的很棒。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制作组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哇，来，这个，放在哪里呢？这是什么投篮机吗？足球吗？哦，这里吗？
这里啊，这个是制作组特地送给你的一个哇，小小的一个礼物，因为谢谢知道你喜欢篮球，谢谢喜欢运动，然后希望你跟着孩子能够多做一些活动，促进你们之间的感情，然后也不要忘了你自己本身的娱乐，也希望你的家里以后能够圆圆满满、幸幸福福、开开心心的，然后做一个好爸爸，做一个好父亲，做一个好老公，也不要忘了做一个好演员，对吧？我们都在这路上一直期待着你的好的作品。一定。当然还有，让他玩一下吧，让他玩一下吗？挺不行的。不是，太久没有打了他自己说他自己篮球很棒，你投看看。啊！多练习，多练习，没关系的。家里有这个东西给多了吗？以前有。我跟你讲，你们拿这个给他就是找麻烦，他孩子会拿球乱丢。现在就像个孩子啊！现在就像个孩子。就像个孩子，哎，我听说你有了孩子之后，带孩子推娃娃车，只敢在篮球场外面观望，你怎么样？就是这样推过去。想当年，我就在这个球场上面奔跑的男孩。孩子回家喝奶，就类似这样的，真的。也是有甜蜜的付出，甜蜜的牺牲的哈。对。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礼物，这边是要送给你的。这个是你刚才有讲说，你有一个贵人叫林女士，就是你的那个校长，她的联系号码，我们制作组打通她的所有的方法，然后知道你已经跟她失去了联络，然后也有跟她取得联系，她对你还是有印象，也记得当年你是怎么入学的，虽然她已经退休了。对，他肯定退休了。对，所以希望你感恩要趁早，节目下档之后就跟你的校长这位贵人去联系一下。啊，谢谢。电话遮住啊。OK， 好，谢谢徐斌。美丽娟满意吗？文耀可以吗？你觉得你今天这个表现，大哥 OK 吗？不知道哎，他刚才跟我说放松一点就好了。你来这个节目，他们给你一些 advice 没有，都没有。没有。你任何工作他不给你 advice，除非你问。我有问他，我说我能不能不上？为什么？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